PGU 牛钢，我整个头皮都发麻了。耀也特别花了1年来准备一个高阶教材，绝对不会再教大家用血口钳剪塑胶汤口这么基本的技巧。我们今天要教难一点的。还好吗？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AD 小江老师。嗨，大家好，我是耀宇。耀宇，我今天超嗨的，你知道吗？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哦，我整个头皮都发麻了。我们有生以来将会造成世界恐慌级的套件，有这么扯吗？缺货缺到恐慌，买到爆炸。买到就算一盒，我觉得涨到2、3倍，它还是会卖到缺货的套件。你知道是谁吗？都不知道。PGU 牛钢。哇，那真的是让人很兴奋呢。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逼不得已在今天哦，今天才3月，就要告诉大家，万一如果你有机会买到这一盒套件，你该注意什么事项呢？按抢到件了吗？开玩笑，我们频道里怎么可能会没有这个试作品，对不对？随手，随手就一台 PGU。好，这一盒只是先让大家知道 PGU 是什么。那我现在算逃避话题嘛？不算啊，真的还真的没有试作品。可是呢，我们在等这个正式发售之前，这个教学系列就刚好拍完。好，所以大家从这个第1集开始看，看到3、4集，你一拿到套件，这个系列就拍完。所以请大家现在先订阅起来。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 PGU 它大概会有什么元素。那 PGU 它最厉害的是就是多层的骨架哦，所以第1阶段你可能只要会剪汤口，你就可以煮出骨架。可是第2阶段呢，它开始有跳色分色，好，再来呢，它甚至有一些蚀刻片会安装在这个骨架里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蚀刻片的处理就有点陌生。再来，它的外壳，又有做可以开夹跟不能开夹，非常多种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个 PGU 的牛钢，很多人可能会不止买1盒，所以真的太恐怖了。好，既然 PGU 这么厉害，相信各位观众订阅我们频道，有些已经快5年了像我就是啊。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这个解体降阶的牛钢会在这里？我们接近5年前，我们那天我在翻对话记录，我们第一次画那个感应炮的改套，2021哦，这么久啊？2021年的12月，我们刚好画了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牛钢的壳。感应炮，看到这个解体相机的那个外壳，以及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拆件重新改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原因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的作品是独一无二。好，就是各位你买到它，你做出了一个世界上只有你有的 PGU 牛钢，所以你有可能涉及什么打磨嘛、刻线架设、新增刻线嘛，或者是高光阴影旧化，你有可能是在做这个阶段的制作。那么你挑战完这些基本，你有可能你现在的阶段，你有可能目前在挑战新增一个短刻线，新增一个镂空，追加一个改套，这就第2阶段了。那这还是着重在单体部分的表现。那你也有可能做到场景，好，你有可能做到陈列物，好，配件，这已经到是作品设计了。那这么一系列这么多的知识资源，我们就要在现在就把它学起来。你去想想，我们千辛万苦拿到了这个预购的 PG 牛钢，收到了1条短刻线失败，歪，不得了，你可以接受吗？没办法接受。再买1盒。对，因为这一片短刻线失败。可是你说，那我不要短刻线啊，改套挖歪的啊，反正只要有那么一个瑕疵，我们干脆那个月不要活了，就是上个月做的事情都当成没做，下个月再重新做一次啊。那在此之前，你是不是就订阅，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先从别台来练习？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更高阶的这个教学单元，让你买到做到，正式教学 ，Go！
怎么还在这里？对啊，为什么在这里？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耀宇很久没来了？没错，我以后决定叫你布偶什么意思？公牛。公牛，哎，因为我们接下来节目所有跟牛刚相关的全部都交给你。所以我今天来是被发包的。不是，你看我这个发型这么老实，看起来像会发包的人。我们现在是在教学，分享你的技术给大家。所以，为此哈，耀宇特别花了，这是半年了，不止了1年了。1年来准备一个高阶教材。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再教大家用斜口钳剪塑胶汤口这么基本的技巧。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频道就没有什么用了，可以退了。我们今天要教难一点的，用斜口钳剪 GK 汤口，哇，好厉害！有什么不一样？还真的有不一样。那么我们还是要讲，首先为什么会剪到 GK 汤口？因为到时候会有五花八门、各式的3D 猎鹰的改件推出，可以装在你的 PV 里面，或者是你会在市面上买到一堆树脂件要盖上去的。那我们剪那个 GK 汤口啊，我们都习惯的话会拿这把大把的单刃斜口钳去修剪汤口。为什么会用这种大把的去做修剪呢？原因是因为它是单刃，然后加上说 GK 汤口它比较硬、比较脆，那用这个去做修剪的话会比较平整，分段剪进来，分散它的剪力跟应力，不然你一次那个剪力跟应力发生的时候，那里可能有过度的白化。那接下来如果还有剩一点点小残料，我们会怎么处理？剩一点点小材料的话，我们就会拿这把我们新出的单刃斜口钳小把的，然后去慢慢的做细修。你会做这件事？我会做这件事。但是我跟各位讲，我们出的所有的小型单刃斜口钳，都是给各位用来剪塑胶的。如果你拿来剪3D 列印以及剪这个 GK， 我们是没有保护的。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贪快。可是它的单刃的这个强度，其实它就比较适合在小塑胶。不过我想大家应该是负担得起啦。对啊，这把很好用，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 logo，不一样，很帅哦，超帅的。它是54款的斜口钳，跟我们最早的 MH03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这边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就是 MH03是我们最一般的单刃斜口钳，那这一把呢做了小小的升级，那它的价格区间做了非常微小的调整，比 MH03贵一点点。那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刀刃上的掌控呢，多加工了一些东西，让它使用的这个品质跟手感略微提升一点点，所以它就贵一点点。那你可以在你的 MH03耗损之后呢，考虑试看看这个，那你也可以同时拥有。好，我们继续往下。那我们现在这个汤口处理完了，该不会要叫打磨吧？应该这种打磨从400到1000这种，还是之后转换纱布，这个阿志应该在500集节目里面讲了500次啦。大家可以去看前面阿志打磨的部分。那我对一件事比较有兴趣，如果我们剪完零件，打磨完了，已经会打磨，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一个短刻线会让我整个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套件整盒要重买，我们是不是直接来跳跃进来讲这个短刻线怎么做？因为短刻线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有点苦手。不就是刻一个短短的线吗？短刻线很简单吗？那你遇到困难是什么？我想先跟各位分享。因为就很容易歪，第一个是很容易歪，再来就是很容易越扩越快。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是刻得很方正，这是我比较需要练习的地方。那我后来看，其实现在我用非常近的距离，用我的非常锐利的神眼，我觉得及格而且有80-90分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现在先跟我们分享你的方法。首先我就是会大概拿差不多长度的宽刀，然后先去在两边长边做压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它大概是0.5的宽度的短刻线，那我就会拿0.5的部分，然后去做，从左边画一刀之后，然后再反过来从右边这样画过来，再画到中间，然后去做一个加深的动作。那加深完之后，把刀刃反过来去做一个铲，把那个毛边铲掉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这是我做
短刻线的一个方式。对，其实已经讲到90分了。这里唯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刀具它是有一点点角度的。当你反过来的时候，它会比正面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一个比你刻短刻线小1号的尺寸，或者是小2号？你可以用0.3或0.4，可以更干净的去移除里面的残屑。那你的刀刃旁边不会碰到短刻线的话，这个短刻线就会超漂亮。那你至少要做到什么程度呢？至少，例如说现在是30公分，那不要在30公分的这个距离，让人家觉得那里有一条很歪的短刻线，或者是高低凹差很多的，不然做的这么漂亮，然后一近看，哇，这就像你好不容易约到一个超正的妹子吃饭，然后这个妹子跟你吃饭一整天也很开心，然后你们彼此有点心动，有点互动，结果她在笑的时候，还有菜渣卡在这里，你想是不是一整天都毁了的？阿志可以接受吗？可以啊，真的吗？真的可以吗？好啦，下一个，既然大家都这么会打磨，甚至大家都这么认识我们的产品了，那么怎么样让吸面工整？你今天这个作品好看、帅气，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细节，还有一眼看过去它的轮廓很挺啊。对，故意的。这个时候，这个线条的锐利度就非常重要。很多新手，甚至很多老手，他把它做成圆的。请耀里来讲，这个吸面你怎么把它照顾得这么挺？你要先把 A 面跟 B 面呢，先把它磨平之后，那我的习惯我会拿800或1000号去做在吸面的部分做稍微的磨平。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像这种 GK 啊，你也可以先喷灰补涂，喷完之后把 A 面跟 B 面先磨平之后，然后你就会看到剩吸面是有灰补土的状况下，假设它上面是有一点凹凸不平或没有那么平整的话，我就会拿800或1000去做打磨的动作。那打磨到它完整的那个补土都不见之后，代表说你这个吸面是工整的，没问题的。所以今天真的是透过这个，讲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它是要把每个面都磨很平才可以给大家看。没错啊，那我们接下来更进阶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讲打桩。为什么要打桩？因为其实我们想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 PG 牛，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平面或者是一些细节上做一些加强，那我们就会买一些市售的改套来改装，让它更有这个立体感。对，没错。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用到打桩这个动作。因为直接粘上去，它就没办法裁剪上色啦。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你不小心碰触到的话，它容易掉落，它很容易脱落。就蓝丁胶摸到就掉到，我在规划作品设计，它一直掉就很烦，甚至是掉到下次他不知道我上次到底是要规划在什么位置。第三个，增加打桩这个动作，是因为你之后当你作品完成了，那你可能不小心，因为上次像我们之前遇到地震，或者是不小心碰撞到，它忽然倒了，那这时候我觉得打桩会增加它的稳固性，对，会稳固很多。对，那打桩不就是钻一个洞的技巧吗？它有什么技巧？定位很重要啊。打桩有时候我会打一个孔一个洞，但是我左边打这边，右边打另外一边，那两边位置都不一样，看起来就是不协调，歪七扭八。没错，它是追加的细节，但是近看却是一个瑕疵。没错。好，那怎么把它打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搭配我们新出的打桩定位器啊。运用打桩定位器，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定位点在哪里。首先，我们就是先在这个要打桩的零件先钻一个孔，钻完孔之后，把那个打桩定位器安装上去之后，然后到我们要安装到哪一个零件位置上面，稍微轻压一下。那轻压一下，它就会有一个定位点。那定位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定位点上面打一个孔，然后再打桩。再来就是我们会使用铜棒。对，那我常用的铜棒就是有0.5，然后1迷你到1.5，这3种是我比较常用的铜棒的号数。粘铜棒的时候，我们会使用那个透明的瞬间胶，
先固定在某一个零件上之后，然后再用我们的铜棒剪去做修短。其实也可以用单刃切口钳用前端。不保固不替换。我曾经剪过，我也曾经剪过，而每一次剪它都会新增一个洞。没错。那这个打桩完以后，也会追加改套了，也会修漆面了，甚至我一开始都磨得很平整了，连短刻线都会了。那针对这些进阶技巧，你还有什么想分享各位的？我有运用到那个金属的骨架。哦，对，因为现在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因为现在东西越做越大，对，越做越精密，那它的有一些关节上的先天的强度限制，它不一定会给你金属关节，对，那市售上也有很多给你这种东西，结果怎么样？他给你金属关节以后怎么样？结果给我金属关节，它有些地方还是要做修正的，就是外壳装不上去，装不上去。对，这时候就让我很困扰。异材质的处理，我有使用电雕刀搭配陶瓷磨头去做那个金属骨架的处理。哦，去除干涉的部分。对，我这里真的要补充，第一个，当你用旋转器械的时候，你一定要戴护目镜跟口罩，因为它有时候会喷得比较远，对，要不然整个人都是那个金属屑。而且我还记得那一次我喷的全身都是你帮我吸。那次那个卡关很久卡很久，真的卡很久。刚刚我们讲这个陶瓷磨头，事实上它是可以大量的运用在这个塑胶件的修改，它是一个超级快速可以移除塑胶的一个东西哦。虽然陶瓷磨头它不是针对金属用，但是我们测试完，它真的磨得掉。如果你只是小部分的修改，而且一旦你知道如何去除这么大量的细修以及外形上的修正，你就更容易做出与众不同的 PG 零。没错，这么好用，真的超好用的，超级好用。那应该要给点福利吧？你要干嘛？那我们今天的单元我们就先教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其实以前的很多的基本技巧，从我们一开频道就有给大家几个那种入门攻略。对。而我们的像我们那个钢弹 EX 啊，我们也教了很多的进阶技巧，刻线的进阶技巧，改灯的技巧都放在那边。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冷门的机体教这么难的技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那些技术含量，我们本来是想放在线上课程所以我们是放给铁粉看的，我们的铁粉才知道，那个机体里面很有料所以欢迎你成为我们的铁粉，赶快订阅回去看一下那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想看更厉害的这个机体制作的范例，你可以去我们这个 MadeWorks Essential 这个频道。它结合了我们很多的厉害的老师，包含阿杰啊，包含这个刘大啊，我们都做了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突破。刘大那个摩托车做了2年，为了一部影片，他说他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痛并快乐着。你有痛吗？有一点快乐吗？还算快乐。所以大家在做模型都会这样痛并快乐着。我们要鼓励大家去订阅这个 MadeWorks Essential 频道。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除了分享这么多的技巧给大家，再抽一个 M3 电机加陶瓷磨头组，很爽很爽很爽只要你去截图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证明，这个国际版的这个只有英文跟德文的这个频道，麻烦各位都把它支持起来。那最后呢，你有可能是第一次观看我们这个频道，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教学已经太进阶太难了，那你可以去参考我们的线上课程，我们有录一个比较简单版的这个 GK 攻略，对，如果你看完那一集再来听这个，你会轻松很多。那如果你已经是这个等级，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单元都已经请耀仪做1整年了，我们当然不会教一些很一般的技巧，接下来还有一个10颗片的进阶使用技巧，进阶涂装范例，以及这个教完以后呢，我们还会以这一台上色的这个规划布局作为你的这个什么虚牛涂装的前哨站。好爽哦！赶快订阅起来。好，那我们就期待
耀宇来协助我们把完整的作例做出来，好，然后也在 PG 牛贩售的第一时间全力冲刺上片给大家看。好，那一部片应该会是第4集，就是第1集教大家今天这个，第2集实科片，第3集上色，第4集就顺便再把 PG 牛做起来，顺便啦，加油！顺便的，不是没有发包。也只能可以了。好了，那真的谢谢耀宇的努力，我们下次见，拜拜。这阿志看到我出现，一定就是有好看的东西要公布啦。上次我们欧洲频道订阅的推广活动，把得奖者抽出来了。这次的奖品超级丰富，1万元大礼包，全部刀柄加全部的0.0刻线刀，还有含这个刀具收纳盒。那我得奖者是谁呢？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定期都会举办抽奖活动，所以记得多多看我们的影片哦。拜拜。